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强哥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不是强哥跟其他时候不一样啊？如你所见，因为强哥把头发理得比较短啊，这里是冬天了哦，还是有一点冷，加了一顶小帽子啊。今天呢，强哥跟大家聊一聊，在币圈，不管是在熊市还是在牛市的一个心态。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想，为什么不管是在牛市也好，在熊市也好，亏钱的总是自己呢？对不对？最近呢，强哥不管是在每个社交平台也好，或者是在广场也好，看到大家聊的最多的不是比特币，而是 A 代和 XRP 这两匹黑马，是不是都在相互的打听你跟上了没有，你进场了没有？这两家伙啊，市值里面加密货币涨得最快的，要是你没有跟上啊，不用心慌，因为我也没有跟上。当然了，光是这两个币种了，还有 ByteX、AIA 准特的币，包括迷因币、LTC 等这些，其实强哥也一个都没有跟啊。那说到这里，为什么我会去分享这期视频呢？其实昨天有看到新闻说 XRP 已经破到 2.4 了，一看到那个心里面了，非常的澎湃，想着 SEC 的主席都主动的请辞了，这肯定是 XRP 的利好消息，对不对？按道理说呢，看看线图，看看消息就可以进场了，结果呢，硬是没有买，看它涨了一波，我想着等它回调回去再买，结果又涨了一波，那这个时候又觉得涨高了，后面可能不会连续出好消息了，它就这么一路的狂飙上去了，那肯定就是完全错过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让我想起第一次进币圈的时候，我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小伙伴们，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币友，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。其实呢，这种心态呢，也就是说很多人在加密货币这个市场上，从长期来看，比特币也好，总是亏多赚少的一个原因。当然除了那些诈骗割韭菜的盘子除外啊，是因为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心态不够成熟。在牛市亏钱的心态，简单来说就是贪心、着急、害怕与错过，也就是 FOMO 的概念。 FOMO 其实就是投资市场的一个知名的词汇，也就是叫 Fear of Missing Out， 简称 FOMO。 也就是说在大环境下，比如2017年、2021年的时候，比特币涨到19000、69000，你要是今天不买，明天错过了几千，后天错过了几万的一个涨幅。大部分的人有这种心态，散户们涌进市场，再者了，害怕错过下一个年头的涨幅，而不是去真正看它未来的一个前景的时候进场，反而买进的时候就是暴跌的时候。但我们这些散户投资人啊，也会经历自己的疯魔时刻，每次打开一大堆 APP 的时候，或者在各大交易的广场上看到别人发的哪个抓到土狗，哪个金矿，或者投资了哪个老币赚得很满波板的，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了，是不是跟错了人，错过了赚钱的机会。这其实背后有个很重要的心理现象，叫幸存者偏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买了30种币，一觉醒来发现5种走势不好，23种持平，只有2种大涨。这时候你可能会在社群里面说什么，肯定是说自己抓到了哪个大涨的币。当然这种现象也不只是你哦，可能群里或者广场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。这种幸存者偏差加上币圈资讯快速的更新，让我们更容易觉得别人都在赚钱，自己为什么却在亏钱。但实际上当你跟着别人买的时候，可能会亏钱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害你或者吸引你跟单，而是每个人在这波市场上投资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。大部分买的币呢，可能都是持平，或者偶尔有1-2种大币在增长，但一开始呢，你可能预设的1年赚35%就不错了，结果看到别人2周就翻了2倍，心态可能一下就失去平衡了。在这个大社群、大媒体，尤其是算法主导的平台时代，平台会推给你那些非常抓眼球的新闻，比如谁又暴富了，哪个币又暴涨了。当你看到这些比例越多的时候，就越容易相信这就是常态。然而那其实只是幸存者偏差和算法夸大效应的组合。你自己要明白一件事情，市场永远是在分歧中上涨的，一堆人骂的往往是机会，一次看好的时候有可能而是风险。所以在币圈的社群生态里面，你要保持冷静的一个心态，
看到别人赚钱的时候，告诉自己这东西真的有这么简单吗？真的像大家所说的那样好吗？是非常困难的答案。你要反复的告诉自己这件事情，不要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。在这里强哥总结一些炒币的一些心经啊，仅供小伙伴们参考，不做任何投资建议。在币圈里面混，每种玩法层出不穷。我们常见的一些操作，强哥大概汇总了以下几点啊。第一，币圈人常见老司机的囤币心经。这波操作呢，只需要2种方法，第一个是买，第二个是囤。是不是听起来容易，做起来考验人性？因为市场一涨，你心就要痒；一跌，你心就要慌。能做到真正长期持有，那收益自然不会让你失望的啊。第二，牛市快打旋风，牛市的时候拿出小部分的闲钱来投资，投资原则是不重仓，只动用总资金的1/5，选一些中等市值的币，涨了就放，跌了也放，赚起来就是了。就算偶尔被套，牛市的氛围下也能快速解套。一旦要记住，别买那些很垃圾的币种。第三是跟着钱流动，在牛市中资金流动就像沙漏一样，从大币到小币逐渐的下沉，先是头部币种飙升，然后是主流币，最后才是小众币。你这个时候得跟上节奏，要轻松的赚钱。第四个是金字塔反击战，大跌市场是时候展示真正操作的以金字塔的买入法，越跌越买，下手越重。这样做的好处是成本低，风险也小，一旦市场回暖，那收益就非常可观了，对不对？第五是均线神剑，懂点 K 线图的小伙伴，这技能要必须会啊。所以强哥一再强调，平时我们要多去学习，多累积自己币圈的知识经验。这个时候你学习 K 线图了，你掌握 K 线图了，那你就设定好你的均线，看看线价是哪2条线之间，然后做出聪明的买卖决策。这招适合有点基础的玩家啊。第6个就是暴力囤币术啊，找几个你看好的优质币，低买高卖，赚的钱再买币，这招能让你的币库越来越丰满，收益呢当然是水涨船高啊。第7个是 ICO 的一个滚雪球方法，新币发行的时候呢跳进去，涨了几倍呢就抽身，本金一定要拿回来。关键的重点，我们再拿利润去投，这样的循环操作呢，可以让你本金是安全的，第一个让你的利润不断的翻滚，不管它是小翻滚也好，一般翻滚也好，那肯定都是利润创造的价值，对不对？第8个是高抛低吸循环赛，找那些价格波动大的币，低位吸纳，高位抛出，周而复始。这波操作需要时刻的紧盯市场，反应要快，一定不能贪，这个是重点。如果你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一个贪欲望，那你一定要设置好你的止盈止损线，那这一点就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啊。第9个是小币投资大冒险，动用一小笔钱，比如你手上有1万块钱，平均分到10个小币上，这些小伙伴们呢，它的成本低，上涨呢空间还是有一定的空间，3-5倍的利润呢我们就收手了，即便被套也别慌。我们有一个叫什么长线钓大鱼嘛，对不对？等时间来验证，一旦赚了呢，就把本金抽出来，投向下一个小目标，这样一个扶持的效果呢，还是让人不错的啊，基本不会被套了啊。这就是炒币的基本的一些9个概述的点。我们再讲一下活跃操作的3大禁忌啊。交易一定要有自己的核心逻辑，没有合适的进场时机和进场点位的时候，我们能做的就一个字，就是等，就像猎人一样，耐心的等待，耐心的等待有时候就是最好的选择。第一，禁止手痒，很多家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手痒，闲不住，要一直手里有单才行。但是手里有单的时候呢，又恐慌，拿不住，一旦走势稍有反方向的运行，就自乱阵脚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总是想不停的去操作，结果就越做越亏，越做越乱。这就是说，在没有好的行情或者点位进场的一个亏钱最基本的合约操作。
第二个呢，就是盲目进场，犹豫不决。真正有单子的时候呢，又害怕，做多怕被套，做空又怕涨回来，犹豫不决。还有一部分呢，家人就是看见单子只看代码，不管3721，直接进场，可能连碟子的策略或者其他的都没有看完，有的甚至合约现货都没分清楚就直接进场了。那这样你不亏谁亏呢？对不对？第三个是满仓操作梭哈，当遇到自己本身比较看好的代币，再加上市场的氛围可能比较好的时候，直接就满仓进场了，总想一口吃个大的。进场后呢，一旦走势突变需要补仓操作的时候呢，根本就没有操作机会了，并且还不愿立即止损，及时下车，这个后果大家可想而知的啊，肯定就是全盘皆输，对不对？我们再聊一下币圈常见的原则。一般呢，上涨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，所以前期出现大回调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怕，我们胆子还是要大一点。但最麻烦的就是继续等待更低点，越等越高，就是一路踏空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牛市多插针，如果你仓位没打满，尽量等一个回杀，直接的梭哈满上，不然动不动就给你打一针，大部分都是沉不住。第三个呢，是一定要做好仓位管理，几个重点的板块都布局上最好的，因为你全仓一个板块，这个板块短期不动，其他板块一路涨，那这样你看到是不是很难受？当你一追呢，又套住了，满仓的没几天又起飞了，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过啊。所以要么不买，买入了一定要坚定有持有，总会等到你的币能动。牛市再垃圾的币，我想都有个5倍10倍的啊。第五个是每次回调市场都会有一片恐慌，都说牛跑了，事实上起码要经历3、4次的一个大回调，牛市可能才会结束。所以我们还是有时候胆子不用太小啊，一定要有一点格局。只要你拿得住，拿的不是垃圾币，说不定下一个爆发的就是你啊。那今天跟大家聊的都是一些基本的交易禁忌啊，也是很多新人最容易犯的交易禁忌，所以在这里给大家共勉啊。那现在看到强哥这个页面是电脑 PC 端的币安交易所平台啊，还没有下载币安交易所的小伙伴可以去强哥视频下方连接。第二个就是币安交易所的下载连接啊，使用强哥推荐这个连接可以永久获得20%的一个交易手续费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来下载啊。如果还有不知道怎么下载怎么安装，可以去关注强哥这个视频啊，这视频有讲解币安怎么下载、注册、入金、出金等操作的流程啊，哪怕你是新手零基础，只要识字都没问题的，都可以学会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！如果对您有所帮助，请伸出你们发财的小手，点个赞，加个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相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感谢观看哦，拜拜。